现在的人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，比如熬夜、饮食不规律等，这些都会导致气血不足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那气血不足会有哪些表现呢？表现一：皮肤变差。气血对皮肤的影响很大，如果气血不足，皮肤就会变得粗糙，没有光泽，甚至会长斑、长痘。反之，气血充足，皮肤自然也会很好。表现二：月经不调。很多女人会有月经延期、痛经、月经量少的情况，这也可能是气血不足了，需要多注意调理气血。对于气血不足的女性，可以常吃一种食物，这种食物就是阿胶。阿胶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多种蛋白质、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，具有补气养血、滋阴润燥的功效。女性经常吃，不仅可以改善气血，还能够缓解手脚冰凉、脸色暗沉等症。除此之外，也可以常喝桂圆红枣茶，补气血，效果也很好。人到了中年以后，要多注意养生工作，这样身体才能够保持健康。那今天呢，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就是按摩我们手上的养生开关，有助补气养心，调理气血。这个养生开关就在我们无名指上，在无名指末节尺侧，距离指甲角0.1寸的地方，有个关冲穴。关冲穴属于手少阳三焦经。按摩时用拇指的指甲轻轻掐按关冲穴5分钟，或者使用大拇指搓这里，感觉呢有酸胀位移。经常按摩关冲穴有很好的清心安神、理气泻火的作用，而且关冲穴又是手厥阴心包经的中点，如果坚持按摩，有很好的补气养血、养心安神的功效，有利于强身健体。除了上面这个小方法外，再给大家推荐一种可以补气养血的食物——黄精。黄精有很好的补脾益气、养血健骨的作用，可以呢经常用来泡水喝。常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即使睡着了，半夜也总醒，有的甚至凌晨3、4点钟就醒了。长期睡眠不足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，那该怎么缓解失眠呢？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，就是按摩一下我们手上的失眠区。这个失眠区就是大鱼际，大鱼际在手掌的外侧，就是手掌的拇指侧隆起的这个位置。按摩大鱼际有疏通经络、活血去瘀、安神助眠的功效。经常失眠、半夜总醒的朋友，可以在睡觉前双手大鱼际相对，这样相互的对搓3到5分钟，直到发热为止。大鱼际这里属于心脏，经常这样搓，对缓解失眠有很好的效果，大家不妨试一试吧。人到中年以后，经常会出现耳聋、耳鸣、腰酸背痛、头晕、眼花等症状。其实在我们的手腕处有一个养老穴，如果经常的刺激它，可以起到很好的养生效果。养老穴位置很好找，我们可以先将掌心向下，然后将另一只手的食指放在手腕凸起骨头的最高点，曲肘掌心转向胸前，食指刚好落在这个凸起骨头的缝隙中，这里呢就是养老穴了。养老穴是手太阳小肠经常用的腧穴之一，按摩时可以用手指指腹进行按揉，力度适中，每天早晚各按1次，每次按摩3到5分钟即可。注意力度不可太大。经常按摩养老穴有很好的聪耳明目、舒筋通络、充养阳气的作用，能有效的缓解头晕、眼花、腰背等不适，而且呢还能够改善微循环和肌肉劳损。如果每天坚持按摩，可以帮助强身健体，让你延年益寿。睡觉人人都会，但是你真的会睡觉吗？其实睡眠和寿命有很大关系，如果想要身体健康，睡觉时最好不要犯下面这3个错误。第一个，睡觉前玩手机。现在睡觉前玩手机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，如果你也有，希望尽量改正，因为这样不仅对眼睛和颈椎不好，而且还容易影响睡眠质量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第二个，吃饱了马上睡觉。如果晚上吃完饭马上就去睡觉，这样很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胃部疾病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，对健康也不利。第3个，睡觉昼夜颠倒。
现在很多人喜欢晚上玩通宵，白天进行补觉，其实这样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好的。长时间的昼夜颠倒很容易导致内分泌紊乱，抵抗力下降，所以大家也要改掉这个坏习惯。现在的人都很注意养生，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寿。其实长寿的人身上是有一些表现的，不管男女，如果身上2个地方的毛发比较浓密，说明更容易健康和长寿。那这2个地方是哪里呢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。腿毛多，大家都知道，男性的腿毛要比女性的多很多，而男性腿毛浓密旺盛，这是体内雄激素旺盛的一种表现。而且腿毛也有很多作用，能够帮助调节身体，避免细菌和有害物质接触皮肤，对身体健康和长寿有帮助。眉毛多。眉毛多又长也是长寿的一种表现，因为眉毛和我们的肾脏有很大关系。如果肾气充足，那么眉毛就会比较茂盛，这样对长寿也有帮助。但如果眉毛少而且很短，就要多注意养肾了。上面这2个表现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那就恭喜了，可能具备长寿体质哦。寿命长的女人，身体2处比较软，若你都有，或许是长寿候选人。肚子比较软，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肚子都是比较软的，这说明肠道没有问题，而且肚子这里的经络呢也比较畅通。但如果肚子硬邦邦的话，就可能是肠道健康出现了问题，这样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损伤我们的寿命。所以女性朋友，如果肚子比较软的话，相对来说更容易长寿一些哦。血管比较软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血管会出现变硬、老化的情况。如果血管硬化，很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女性朋友，如果血管还非常软的话，说明身体还很健康，对长寿也有帮助。命长的女性脚上会有3个特征，若你也有，恭喜，容易长寿。特征1：脚部温暖。正常情况下，身体健康，脚部呢应该是温暖的，这也说明气血比较充足，血液循环好。但如果双脚总是冰凉，说明气血循环差，体内存在寒气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需要及时调理。特征2：脚底红润。女性朋友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脚底，如果身体健康，那么脚底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。但如果脚底颜色异常，发白或者是发黄，这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。特征3：脚指甲红润。正常的脚指甲应该是红润、饱满、有光泽的，这也是健康的一种表现，说明体内气血充足。但如果脚指甲发白、凹凸不平，就可能是气血不足引起的，要注意调理身体。俗话说，养生先养脚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脚部，平时可以多泡脚和按摩脚，都有很好的养脚效果。长寿是很多人都想拥有的。但想要长寿也并不简单，通常寿命长的人身上都会有一些特征，比如下面这2个地方会比较通，你占的越多，或许越容易长寿。血管比较通，血管是我们的重要管道，如果堵塞了，势必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想要身体健康长寿，首先要保证血管通畅。平时保护血管要注意饮食，多进行运动，多吃一些可以疏通血管的食物，这样有助血管保持通畅。肠道比较通，俗话说肠道常清，百病不生，虽然有点夸张，但如果肠道通畅，那么就可以减少体内毒素滞留，对健康有帮助，也有利于长寿。如果想要肠道通畅，平时呢要多吃一些膳食纤维食物，比如新鲜的水果、蔬菜、菌类等，这样能够加快肠道蠕动，有助肠道的健康。吃蔬菜对身体好，我们经常会听到别人这样说。虽然蔬菜中含有很多营养成分，但是有一些蔬菜本身还有一些毒素，最好煮熟吃才行。第一种，豆角。豆角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，但是豆角中含有皂素和植物血凝素，如果没有煮熟的话，很容易使人出现呕吐、恶心等情况，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将它煮熟。第二种，木耳。木耳也是经常会吃到的食物，木耳中含有一种叫做卟啉类的对光线敏感的物质，这种物质一般很难被化解，如果吃了很容易使人出现疼痛、皮肤瘙痒等情况，所以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水发后煮熟了才能吃。第三种，新鲜的黄花菜。黄花菜营养丰富，
但是黄花菜中含有一种秋水仙碱，这种物质本身是没有毒的，但是经过肠胃的吸收之后，就会被氧化成为二秋水仙碱，这时就会有很大的毒性，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也一定要煮熟了之后才能吃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